下一个问题是，小沈看到小王睡觉的时候想做一些什么事情？看到他睡觉的时候想做一些什么事情，这个时候终于可以玩自己的事情，我可以疯狂的打游戏、点外卖、吃东西，然后把他就是不叫醒他，哪怕时间过了，我也不想把他叫醒，因为我可以就是自由自在，没有人管我了。真的，可是我平常也很少。然后给他叫一杯奶茶，叫一个吃的，他显然就可以吃到东西。好几次他午睡，他很少午睡，他一年能午睡一个手指头，不是一只手都不到的次数，所以他能午睡，那就是难得的时候，难得我放松的时候。没有，可是你把我抓去午睡，我就会去午睡啊。你不会，我会，你不会，我会，除非你拉着我，你硬要拉着我睡。你之前有，那个时候是你睡不着，那个时候是你前一晚没睡好，然后他就会把我拉去午睡。下一个问题，异地时看到或听到什么事物会想到对方的影子？一起去过的地方，或者是一起吃过的东西，或者是一起喝过的店，或者是一起路过的街，这种东西。是的，就比如说像之前那个我给他量，就骗他去量那个手上戒指的那个尺寸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把你骗过去量，然后那个地方我每次经过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这件事情。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，宝宝，我们去就是量一下嘛，灌一下，然后去试一下。我说你想买吗？然后他说没有，就试一下。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的尺寸了。他先把自己的手量了一下，对，我先量了，你给他量一下吧。对，我先量了一下，然后我说哦，那你是多少？然后你就说你不知道，然后我说那你也帮他量一下吧，一起量一下看一下。然后我那时候就偷偷记下来。这个是你谈恋爱迄今为止最做的惊喜最藏的最深的一次，从那之后每一次惊喜都会被我发现。然后我20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戒指跟他一起戴，然后你后来那个戒指丢了，然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戒指，那个戒指后面做手工的时候丢掉，也是跟他一起去做，对他做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对方敏感的部位，你先说。对方最敏感的部位，来你选一下吧，反正你自己也是。你选一下。对面我说一下，你说。这个得逼掉，这个得逼掉。我的嘴型可以出现。那小沈的话我来猜一下啊。你好像身体是那种金刚不坏，唯独是后面。我想我到头晕的问题就会飞起来，是不是？那不是红晕，就是那个。因为你很少，所以我知道那个地方绝对是敏感的，因为我好几次那个。不是敏感，是你平常任何人，你正常走过去。那好吧，那我再说一个。他说的是平常日常。那我再说一个，你平常会这个蛋子。下一个问题，和对方在一起感到最幸福的时候，你先说。吃好吃的是吗？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去好玩的地方然后吃。不是，那我就觉得我不是，我最幸福的地方就是我走到每一个地方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陪着我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一睁眼就会看到这个人在我的旁边。那我也改一下，那我就是和他一起去吃好吃的东西，好玩。他真的很那个。那这个事情就过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对你们来说，怎样才算是完美的一天？睡到饱，吃到饱，然后没有工作，宝贝墩墩在我们旁边睡觉，然后就是吃东西，吃完东西就是一起玩游戏，一起玩游戏，逛一逛街，买东西，买好玩的东西，对，喝杯奶茶，喝杯好喝的奶茶，然后买泡泡玛特，然后买好闻的香水，然后买好看的衣服，然后抓好看的头发，化好看的妆，被人夸好看，好看的，就是然后就这么简单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就是有太阳的时候，有太阳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心情还有个我也要再好。加一个，就是回来就是还有力气做爱。这我不会感觉很幸福，这我不会感觉很幸福。我会想有没有一瞬间你们特别心疼对方，
我觉得他每一次哭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心疼他，因为他眼睛会在那个就是他眼泪会在眼睛里面打转，然后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。跟琼瑶学的，他很那个的，很柔弱。那我心疼你的人，你心疼我是哪？我比较心疼我自己。没有，我心疼你哭的时候，我也很心疼。就是他每次他有一次是去看电影，然后哭得泪眼婆娑的，就是，但我那次不觉得心疼，我那次觉得很好笑，很可爱。好笑啊！他哭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可爱，我不会觉得心疼，因为他很少哭。吵架的时候，最让你受不了的话是什么？我先说，吵架的时候最让我受不了的话就是小沈每次说那就随你啊，就你这么想的，你爱怎么想对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随便你，爱咋地就咋地，就是这样，让我非常的生气。我真的很讨厌，就是别人说这种话，这就是我最受不了的地方。我最受不了的话是，太多了，太多，想不起来。你说嘛，我很少会让你受不了吧？你每次吵架说的话都让我很受不了。那你说呀。因为他会咄逼人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很多时候明显就是没有理，但是他硬讲成理，但是你知道他没有理，但是你又被他讲的就好像他讲的有道理。那就是你有问题啊！但是我只是口才不如你，但是没有口才不如我，他很会诡辩。我没有诡辩，我就是讲的事实不犯，你可能就是被我讲到了真实的。然后自己就接受不了。那这个时候正好就引用下一个问题：生气的时候，希望对方怎么样哄自己？希望对方怎么哄我？你先说吧，毕竟你对我那么多意见。我希望他先跟我来道歉，宝宝不要生气了，是我错了，而不是下一次就是说还生气呢啊，还生气呢？哦哟，可爱，好可爱呀、宝宝，像个哈巴龟。你现在是很像哈巴龟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呢？你希望我怎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因为我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跟他说？我跟他说我还生气，我是带着一点挑逗的感觉，我就说还生气呢啊！这是挑逗吗？这是挑衅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一些很平常的一些事情。其实今天我就是用这种语气跟你讲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跟他小吵了一架，然后我没有挑衅他，我只是觉得就是咄逼人。不是，我讲的有道理呀、宝宝。你觉得？然后我就跟你这样说，没道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不跟你说这个，那我就说，其实生气的时候，我是希望你先来主动找我，而不是说我每次都主动去找你，这不是一个就是算了，你是2加1算了，好吧，我就去哄他吧，没关系啊。下一个问题 ，WiFi 连接时长最久的那个时长，此 WiFi 非彼 WiFi 啊！我懂这个人，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到底是谁出的问题，我真的是想一把。最长的，我跟你能问得出这么刻薄的问题，我也是无语了。我跟大家说一个 WiFi 连接最长的 WiFi 有一个虽长不长，但虽短也不短，就是有一次呢，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2-3个月啊，在他家里的时候，没有睡午觉那次。对，睡午觉的那次，他说，我一现在看见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就是睡午觉的时候他睡不着，他必须要连着 WiFi， 连着 WiFi 才能睡着，就是他必须要连着。我说好吧，那我连着吧，结果连着开始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说他必须要连，不然他睡不着。我一开始对他软磨硬泡，没办法，只能连着，然后连着，你爸爸在外面。很刺激啊！下次继续。是睡了一场午觉，然后后面硬是没睡成，他也没睡成午觉。下一个问题，有什么事情想做很久了，还没有去做？想去拍照。想去旅游。对，想去旅游，想拍照。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太忙，另外一个是。因为我们2个在杭州打拼，但是没有拿过家里1分钱，所以就是所有一切都是要靠自己，这家里的所有东西物质都是靠自己，都是我们一点一点自己赚的，所以很难说实在有特别多的积蓄去旅游啊什么，尤其在杭州这边物价又特别的贵，很难就是说走就走。我们希望就是以后就是有条件了之后可以说走就走，想去哪就去哪，对，干嘛就去干嘛。对，因为就是也是没有太多的资金，第二方面也是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对，然后还是说
想要去外面玩一玩，但是我们这次4周年就刚好就是拿4周年的小基金，我们自己有存一点小基金，然后出去玩一玩。但是我们出去玩呢也是穷游，就没有说也不算穷游啦，就正常游，就正常游，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对，不是特别穷。对。下一个问题，遇到对方之前择偶标准是什么？没有什么择偶标准，择偶标准就是我爱他，他爱我。啊，那我就比较刻薄，比较片面，我就3个字：小奶狗。宝宝好不举哦。那我以后老了你会爱我吗？当然了。我以后老了就老奶狗啊。是吧？我们下一个问题，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被打断的时候，心情是什么样子？你有？我还真有。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在我们家里，我爸突然回来那个时候，我爸那时候，然后还问你干嘛，然后我就那时间就是呆住了，硬饭都变软饭了，就当时其实是这种知识的，硬饭都变软饭了。对，然后就真的没有一点点的太难受了。我其实想出去骂一下我爸，给早回来晚不回来，这个时候回来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电话一直打，我们在那个的时候一直打，然后本来就是已经有1星期没有怎么开荤了，然后我就已经很不爽，然后有一个快递员还是外卖还是谁来着，我妈还是谁，一直打电话，然后就打断了那个，我就很难受。下一个问题，有没有经常一起洗澡？洗澡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偶尔会一起洗澡，很少，以前会。之前厦门的时候会一起洗澡，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是经常一起洗，但是洗的过程中其实不会发生什么，因为是摸来摸去。对，因为沐浴露真的很干。哦，没有啊！以前厦门的时候，他会把自己身上都弄得滑滑，然后我身上也弄得滑滑，然后在那边蹭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后面跳，我都不知道在干嘛。但是沐浴露真的很干，不好。贵。下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对方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你先。很难，就很难评。你说，很难评。你说，什么样的存在？我感觉他都快跟我妈差不多了。我好几次跟他说你跟我妈一样，但是我妈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他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但是他又不是我妈那个角色，所以就是你就直接说我很重要比较好。你是很重要，但是我想说出一个点，就是你跟那个很重要的人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你说？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陪我走完剩下半生的人，活不了多久。对，狗嘴。我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他是除了我爸爸妈妈之外，就是唯一一个我离不开的人。就是我现在真的是难以割舍，就是干嘛？拔刀。就是我难以割舍，我就是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关于你。如果有一天说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可能会疯掉。下一个问题，亲亲有没有亲到没气过？有的，就是亲了2-3小时。我没有。我一开始不是很会亲，我会换气，他会换气。然后之前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会问我说：“哎呀，不要试一下，教一下大家怎么换气。”现在会换气，现在就是你嘴巴，然后就这样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你在转的时候，你要学会用鼻子换气。那我都是用嘴巴换气。那你不是的。然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是很会换气，我就憋着，然后很难受，最后就很累。下一个问题，夫妇生活炒菜方面会保持恋爱初期的激情吗？肯定不会啊，因为你已经4年了，你已经被时间洗礼过了。但是你会找不一样的东西去增加不一样的激情。这就看个人了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爱玩的你们不一定爱玩，你们爱玩的我们不喜欢。话点到此。下一个问题，在彼此眼中觉得对方最可爱、最喜欢的举动？最可爱。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他每次拿着那个鲜花跑向我的时候，是觉得最可爱、最心动的。你又片面了。
我觉得你最可爱的就是你认真做事情的时候，比如说化妆、打游戏的时候，就是你毫无顾忌之虑，我可以挑逗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然后你完了，我要开始自己才能跟这样。每次打游戏的时候都是欧米伽，真的。下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一瞬间让你觉得你们特别般配？每一个瞬间，我们没有质疑过我们适不适合对方，是的，从来都没有质疑过我们般配，因为我从最开始跟你谈恋爱开始，我就觉得我跟他是天生一对。我在直播间中还在说，就是宝宝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势均力敌，我们两个是天生一对。下一个问题，在一起4年还会对对方有心跳加速的时候？肯定会的。我觉得，就是每一次约会的时候都心跳加速，然后每一次那个的时候我也会心跳加速。我心跳比较加速，一般就是，最加速，像近期最近的时候，就心跳加速的时候是，困了，但是。我们就是异地那段时间，异地之后就是回去过年嘛，10来天没见面，10天没见面吧，你没有10天就7天没见面，然后一见到他，然后他一过来一出现在我，笨笨跳，但一出现在我眼里，出现在那个车上，我就会觉得，那你那天也没有亲我呀？有没有感觉我那天有点像我们第一次见面？有，就是很害羞。害羞。下一个问题。考虑去国外结婚吗？不考虑。我想，不考虑，我挺想的，但是他可能不想。我觉得结婚这个东西就是一片纸、一张纸而已，就是2张纸而已。你结婚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可能是身份吧，你可能是觉得身份不一样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他已经是我最重要的了。那我还需要那什么身份吗？不需要。但是我甚至都不用多此一举跑过去结婚，我为了证明自己，向大家证明我们2个结婚了，我们2个。但是可以度蜜月啊，我觉得去国外度蜜月随时都可以度，去哪里都能度。但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结婚了，然后我跟大家就可以请大家来吃东西啊，那光明正大的，谁也可以请，是吗？我是有想去国外结婚。下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想过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我想过未来的生活是我们住我们自己赚来的米，然后住上了大别墅，然后生活无忧无虑的，然后晚上就是以后还可以养一条小狗狗，然后家里可以有保姆啊什么的，就是我想要的不是保姆，我想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大房子，然后3只猫再加1条狗，再养1只大狗，金毛、萨摩耶啥都可以，反正就是一个大狗。然后就是，不用为房租而考虑，也不用就是减肥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，然后就是想出去玩随时就能出去玩的那种。对我来说，可能吃还蛮重要。好，那我们为了这个一起努力。对，你们觉得爱情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父母，除了父母没别的，父母也不算大。生活，只有生活了，真的只有生活。最大挑战就是生活。对，因为父母这一关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。对，我觉得最大的就是生活。只要你感情够好，真的父母那一关真的不难。是的，他们再怎么要求你，再怎么强迫你。也不至于那么的难，偏题，反正就是最大挑战就是生活。因为我们最开始在厦门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2个行李箱，到现在这些就东西很多，基本都是我们自己拼来的，一步一步拼来的。之前就是他吃着9块钱的，9块钱没有7块钱，7块钱，7块钱的拼好饭，现在把它拼的都有点中毒了都，拼好饭拼中毒了。就是之前他之前给我点10几块钱的饭，15块钱的饭，然后他自己吃7块钱的，有些也不用说那么惨，就真的当时很惨，真的很惨啊。然后出去外面玩啊，都要就是公交车啊1元钱什么的，然后走路啊，每天都就是很苦那个时候。下一个问题，在外面亲嘴最尴尬的，只要在外面亲嘴都会尴尬，尤其是之前在厦门的时候，担着20-30，不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跟一个摄影师在外面拍摄，然后在海边那边旅游的人又特别多，然后你就是要在几10个人，可能还不止，反正整个海边全是人，然后你要在他们面前亲嘴，然后玩水，对，然后还要肆无忌惮当做旁若无人。是的，那是最痛苦的一次。当时真的很害怕，又忍，然后还有小孩，我很害怕被小孩看到。那个时候，下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关于未来旅行的梦想目的地？全国。我想去马尔代夫，
我是全国，我想去马尔代夫，不是很敢出国，但是以后肯定是会出国，因为他想出国。是的，我想出国。我是觉得只要走遍全国，这个是我觉得马尔代夫是我的就是梦想目的地，因为我妈之前答应我去那个巴厘岛，没有带我去，然后我就想说以后自己去。下一个问题，你们最难忘的一次一起度过的时光？但这些问题都好重复的好像。对，你说最难忘的一次一起度过的时光是什么时候？在大理的时候啊？那我不是，我是觉得在大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晚上没有什么别的事情，只是在那个大理古城就漫步，然后吃东西，就是吃什么也不知道，干什么也不知道，就是漫无目的的走着。但是那一次对我来说很难忘，甚至就是后面吃的那一家烤肉啊什么的，也是随便路边挑的，然后就定了那一家。是，虽然是最漫无目的、最没有目的地的一次，但是也是最难忘的一次。你嘞？我的话可能是在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地方，那个广州，就第一次我们去旅游的那一次。第一次旅游的时候，因为那一次就是我们其实走了很多地方，也不嫌累。然后你记得我们当时在那个广州的一个公园那边亲嘴，还下雨天，对，下雨天，然后大白天的时候下着电闪雷鸣，打着雷，然后下着大雨，下着暴雨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个亭子那边躲雨，亲嘴。躲雨的时候，突然我想到想亲一口，然后我们拍2张自拍，然后就开始对，然后亲了，然后手机拍的那个水中的倒影，对，那时候真的很漂亮，我觉得很难忘那一次。下一个问题，会不会有生闷气的时候？如果有，怎么解决？不会有生闷气，一般都是当天解决。对，我们一般都是当天解决。吵架所有的都是当天解决，不会说生闷气啊，你可能不解决。对，我们从来都没有生闷气，就是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当天解决，当天解决完了才能睡觉，要不然2个人都睡不着。吵架的时候怎么处理的？就是沟通啊，沟通，我们就是沟通，就是跟对方去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。那我们下一个问题。如果用一个颜色形容对方，会用什么颜色？你先。黄色。我是蓝色。我是黄色。因为我觉得蓝色可能让我会有一点点心安的感觉。你为什么觉得我是黄色？不知道，潜移默化，第一瞬间，你脑子里刻出来的印象就是黄色。为什么？没有说你是某种黄色。可是我很少穿黄色衣服啊。不是你很少穿黄色，但是你给我的印象就是黄色。我怎么黄色啊？我说不出来。你说不出来？我暖暖的。暖暖的，想起来，暖暖。你经常就是会给我温暖啊，就是那种的黄色。滑板，阳光的颜色，黄色。好吧。暖色也可以说是暖色，就像那种米白色也是黄的，米黄色。我色盲。好吧，它是有一点色盲的。那我们下一个问题，从认识到现在哪一刻有了想和对方在一起一辈子的想法？无时无刻。同居之后无时无刻。同居之后无时无刻，我在同居前我就无时无刻想跟你在一起。同居前就是你还有那种质疑，你自己也是从同居之后才开始慢慢的认可，自己用自己言辞讲，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怎么知道？又不是没聊过这个。但是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想着我全心全意跟你谈。我不是吗？我说的是这个，从哪一刻开始在一起？有想在一起？好吧。在一起同居之前，你是可以说。我知道。下一个问题，第一次接吻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？我脑子在想他嘴巴好甜啊，好可爱啊，然后香香的提升的味道。我在想他嘴巴好短。我也觉得你嘴巴很短。我们当时是在我家里面。大的是怎么包不下来的一个嘴。那你嘴皮怎么大？但是我那时候就想着，我知道你是要亲上嘴唇还是要亲下嘴唇？这怎么大？你要亲哪来？你给他们看着，是不是？我只能听到你中间的唇珠，两边我都亲不到。你能把我的两边全部都亲到？再来一下，来，就像刚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亲吻。是不是你已经快把我两边？没有，不可能！我刚开始亲你，我觉得是亲你下面的，因为我不可能就把那个嘴巴往上面。我是那种很委婉的，我一开始绝对是那种很委婉，我肯定是这样亲你，来，你亲我，因为一开始绝对不是我主动的，我这样。
不是这样，绝对是这样子，绝对不是，绝对是这样子。我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我说我可以亲你吗？然后我是这样子，对，他说我说可以啊，可以，然后我就不讲话，我就这样，我这样，是不是亲不到一个整嘴？啊！对方被麻烦的同性或者异性缠上的时候会做什么？不会，会。之前在厦门的时候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，就是他要加我，然后小水每天就视奸他，然后就觉得其实还好，我觉得他就是打着我的脸，就是说他说他自己跟我有点像，对他一开始说他长得有点像神经病吧，然后就一直在看他，然后还会查我那个聊天记录当时，莫名其妙。然后他就会让我去发朋友圈，就发那个亲亲的照片发在朋友圈。他占有欲很强，他是一个腹黑。那下一个送给对方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？说一下我的呢？啊？说一下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。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，我想一下，是那个画。是啊。那你说一下我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。是戒指。对，是我送给他的戒指，就是那个戒指，然后他戴了很久。还有项链，项链之后呢？对，我后面又送了他一个项链。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特定吻吗？比如早安吻、晚安吻，以前会有吧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现在不会有了，他也嫌弃我，我也嫌弃他。我没有嫌弃啊，我们都没有嫌弃你啊。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，晚上睡觉前会，对，就会纠缠会咬脸，就是我们两个会打架，我们两个会在床上打架，就是我不让他亲了，他非要亲，或者是我要亲他，他不让我亲。就是我喜欢强硬的感觉，我们会打来打去。他很傲娇，他就不喜欢给我亲，然后我就强硬他，霸王硬上弓。然后晚上睡觉前会打半个小时，起床再打半个小时，就是每天会有固定1个小时在床上打架。只要打完架了，就会好好的睡觉，马上要么好好睡觉，马上起床。对的，就像这样讲啊，来，我们50问就到此结束啦。还有什么问题等我们下次的50问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也有可能是猴年马月，但是抱的希望总是会有的。所以宝子们，今天的50问咱们就到此结束啦。然后面还有什么想看的挑战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。下面一个挑战是微醺挑战啊，微醺挑战。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想看的挑战，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。对，虽然我们可能也许会看不到，可能也许看得到，看是看得到，但是可能也许会拍，也有可能也许不会拍。对，反正就是踊跃发言吧。对，大家踊跃发言哦。那我们就这样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